这几天一个女大学生的死亡啊，在舆论上引发了热议啊，因为这个女大学生的死亡过程啊，无比的凄惨。据警方事后的调查啊，这个女大学生在死亡之前的20天的时间里没有进食，而且呢，她在微信上拉黑了自己所有的亲朋好友，可以说她是一个人非常孤独决绝地走向死亡，或者说啊，她就是自己呀，在出租屋里头活活饿死的。大家想象一下，今天的中国啊，从 GDP 上来看，已经步入了发达国家水平。虽然跟那些欧美那些最发达的国家相比啊，经济上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总不至于饿死人呢。但是就在西安秦都区这样的一个2线城市里面啊，一个女大学生在出租屋里却活活饿死。所以当这个新闻披露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心情都无比的难受。很多人都说啊，这么悲苦的人生，这样令人同情的遭遇啊。大家可能还记得啊，半年之前我曾经做过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啊，也是被活活饿死的新闻。当时国内有很多小粉红啊，幸灾乐祸，说你看你们不是这些今日的分子吗？都觉得日本这个社会好吗？结果怎么着？结果一看中国的留学生到那个地方，谁管他了？不是活活饿死吗？现如今啊，这样悲苦的新闻呢，也发生在了中国。到底应该怎么看这个新闻，到底应该怎么解读这个故事啊？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个女大学生之死的故事啊。这个女大学生死亡的过程啊，是被她的房东偶然之间记录下来的。她的房东啊是一个警察啊，最近半年好像是在新疆工作，他是西安人啊。他在西安的秦都区啊有一套单身公寓，这套单身公寓啊也面积不大，就是50来平方，但是装修的还挺好，所以房租的价格不便宜。今年2月份啊，这房子空出来，他就挂到中介进行出租。但是，一到4月份的时候啊，中介才给他打电话，说有一个单身的女孩子想要租这房子。这女孩子呢是个会计啊，也同时想考公务员。他一听就觉得这个条件挺好啊。4月9号的时候，双方就签了合同。这个女大学生呢，给他转来了1万多块钱的半年的房租。那么这之后啊，陆陆续续他就跟这个女大学生打过一些交道。比如说，他就发现这个女大学生的生活能力好像比较差，比如说住到房子里头啊，她不知道这个电动晾衣杆怎么用，他微信里在问他。而有一天呢，他还说有一个人敲门进来之后，说要检查他的煤气管道，认为他的煤气管道有问题，要给他更换这个煤气表。这个警察出现的房东就提醒他说，这个社会上骗子很多，你要小心，因为多数这种给你检查煤气管道要给你换煤气表的都是骗子嘛，就是找一个理由让你换煤气表，收你几百块钱嘛。这之后啊，双方就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了。下一次联系呢，就是6月3号，这个房东啊就突然收到了电力公司的短信，说这个房子里头欠电费了，欠了多少钱呢？23块1毛7，而且说你赶紧交，不交的话，6月4号这一天这房子就会被断电。那这房东呢就开始提醒这女大学生赶紧去交电费，而且他说如果要是电被断了的话，这么热的天啊，冰箱里的东西很可能很快就会坏掉。几个小时之后啊，这个女大学生给他回了一个微信，说这个冰箱里头已经没有东西了，大姐。又过了10天，也就是6月13号，这个房东又收到了电力公司的短信啊。这个短信说，又欠电费了，这回欠的电费是24块1毛7。那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女大学生第一没有交电费，是吧？第二就说明啊，6月4号这一天，这房子的电啊的确被断了，因为这10天的时间里，电费只增加了1块钱嘛。他当时呢，可能也因为工作忙，没有来得及跟这女大学生联系啊。据说他给这个女大学生打电话或者发微信，女大学生就再也没有回。到了6月25号的时候啊，他的物业公司就给他打电话说啊，这个楼里头啊有臭味儿。然后邻居确认呢，这臭味找来找去呢，就来自于他自己的房子。最后啊，他就在中介公司也包括物业的见证之下，找了开锁公司把房门给打开了。一打开之后啊，很多人这种心里不祥的预感得到了这种验证。这个女大学生啊，已经死在了公寓里，尸体呢已经高度腐烂了。叫来了警察啊，把女大学生的尸体运走之后，为了处理这件事情，他又回到了西安。在跟警察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慢慢拼凑出来这个女大学生啊，在离开人世租住她自己房子这差不多2个月左右时间里的所种种经历。这个女孩子啊，她是出生在宁夏的西海固
这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地方啊。现在的人可能没有什么印象啊，但是我们当时在中央电视台的时候啊，经常会做那种西海固的扶贫的节目，所以对这个地方印象特别深。这西海固啊，不仅仅是非常贫困的，而且极其缺水。所以啊，当年的慈善项目就是给这些贫困的这个地区的农民呢，来捐这个水窖。那个水窖就是来收集雨水啊，然后人可以喝。所以那个地方呢，很多人呢，生活这个质量是非常非常差的，极其贫困。这些年啊，虽然说啊已经摘掉了说贫困地区的帽子啊，但是整体来讲，生活水平还是非常低。这个女孩子就出生在那儿。据她自己了解啊，这个女孩子啊后来考上了北京一所211的大学啊，毕业之后呢，就一门心思想要考公务员。那么每次考试啊，经常是笔试考第1名，但是面试的时候就被刷下来了。但是呢，这女孩子就不死心呢，一年一年的反复考。那么从她大学毕业到她去世啊，她去世的时候是33岁啊，这10来年的时间里头，实际上没有认真的就业，那怎么办呢？要靠自己的父母来接济。说句心里话，就是啃老嘛。那么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女大学生就来到了西安，一边找工作，一边想继续考公务员。那到了西安怎么办呢？没有收入来源呢，要租房子呢，她就找到了她自己的母亲要钱。她的母亲呢，在4月9号的时候给她转来了1万多块钱，东拼西凑给她凑来了1万多块钱。这1万多块钱，这女孩就转手用微信转给了这个房东。那么4月20号的时候，这女孩子又找自己的妈妈要钱，因为估计是没有钱生活了啊。4月21号的时候，她的妈妈又给她转来了1000块钱。这1000块钱还是分2次从别人呢500块钱凑在一起转给自己女儿的。结果这1000块钱，这个女大学生没有收。这之后，她就把自己家人的微信全部拉黑了。警方事后的调查显示啊，这个女孩啊，在5月下旬之后啊，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出租的公寓里面。因为那个公寓里头啊，进出要通过面部识别，所有的面部识别都有储存嘛，所以从5月下旬之后，这女孩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面部识别系统里头，就一直一个人在这个房间里待着，而且也没有点外卖的记录。那么警方在房间里头发现她也没有做过饭，那也就是说，从5月下旬开始，这个女孩啊，应该说已经是去意已决。那么这个女孩去世之后啊，那么女孩的父母呢，就来到了西安来处理女孩的后事。据警察说呢，女孩的妈妈接受不了这个打击啊，就病倒在了酒店里啊。那么这个房东呢，跟警方做了笔录之后呢，警方呢当时就跟这个房东讲，他说按说这房东没什么责任啊，也可以不见这女孩的父母，但他提醒了一下，说这家庭实在是太贫困了，太可怜了。这女孩的父母啊，希望能够得到一些人道补偿，也就是抚恤金。后来这房东就同意了啊，就见了这女孩的父亲。这女孩的父亲呢，就跟这个房东讲，说自己的女儿啊，平时啊性格比较孤傲啊，总是咽不下这口气啊，就一门心思想要考公务员呢。然后呢，就提到了这个女孩的身后事怎么处理呢？他就说这女孩啊，在将来啊火化之后，这骨灰啊随便找一个地方就把它丢掉了。当时这个房东听完之后，觉得头皮发麻，怎么能够把他的骨灰丢掉呢？至少也要找一个墓地把它埋起来呀。结果他父亲说，按照当地的风俗，这女孩啊没有结婚，就不能进人家家里的祖坟，所以呢，实际上没办法安置，就当她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上，就是把她丢掉。这个房东当时听到的时候啊，心里特别不是滋味。第二天，他陪着他那个女孩的父亲啊，到他出租的那个房子里头啊去拿遗物。父亲上楼的时候呢，他就在底下给这个父亲啊买了一些水和面包。等到这个父亲下楼的时候，他发现这个父亲呢脸上有哭过的痕迹，拎了一个皮箱，这皮箱里的东西就是这女孩全部的遗物。结果这父亲啊非常决绝的就把这个皮箱啊扔到了垃圾堆里头。也就是说，这女孩所有的遗物，父亲都没有带回自己的家。这篇文章啊，是西安啊有一个公众号叫贞观，他发布的，在8月16号啊。这贞观呢，这个背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西安的一个本地的公众号，它成立于2016年，创办人呢叫雷克，可能过去是个媒体人啊。
那么他报道的内容呢，主要就是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公共议题啊，再一个呢就是历史文化，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个人叙事，主要是这么3类。那么经过这7、8年的发展呢，他已经积累了将近60万的粉丝。这贞观在本地呢还开了书店，定期搞一些这种讲座啊，还搞一些播客之类的。在西安当地呢还是蛮有口碑的啊。据西安自己的报道啊，这贞观的很多报道的这个公共议题啊，西安本地的决策机构还经常非常重视。比如说西安市的这个常委会还经常把贞观报道的一些内容拿过来进行讨论。比如说贞观呢就说过，说如何才能见到真正的兵马俑，那西安市的市委常委会还拿来讨论，还包括他讨论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其他话题吧。所以这篇稿子出来之后啊，就在当地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啊。8月18号这一天，这贞观呢就把这篇稿子给删掉了。所以这几天呢，就有网上很多人就说这文章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呢？你想一想，这个房客死在了房东的房子里头啊，你不是给房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呢？你有损失吗？你凭什么给另外一个人，给他们这个死者的家属抚恤金呢？对不对？这不合常理呀！更何况整个这文章里头写的就像是那个网上的小作文。大家也都知道，说网上近一年经常有一些活灵活现的小作文啊，是吧？所以就有人认为这就是专门吃人血馒头的，大家都质疑这个真实性。更何况那贞观你8月18号你还把这个微信给删了呢，对吧？8月19号的时候，贞观就出来解释了一下，他说这篇文章就是根据一个真实事件来写的。那么我们自己呢也看了一下贞观的这样的一个过去的操作方式啊，他的这个文章大致有3类来源。第一类呢就自己的撰稿人，就是自己的团队写的。第二类呢就是一些特约撰稿啊。那么第3个呢就是一些都投稿，他自己来解释说，他说这篇文章来源于投稿，但是他核实了这个整个信息的真实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房东跟这个房客女大学生之间他有这种微信转账记录有聊天记录也包括一些水电煤气的记录也包括跟警方打交道的一些记录这些记录应该说都是客观性证据嘛。所以他当时根据这些证据来判断这篇文章所写作的内容就是真实的。但是呢，他说了，因为这个房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人家不愿意接受采访然后呢，也由于不愿意打扰这个死者的家属呢，他们于是就决定把这篇文章给删除了。我猜测由于这篇文章破圈了，给西安本地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你想想，毕竟是负面新闻嘛，对吧？一个女大学生饿死在西安的秦都区，是不是？而且呢，外地人都搞不清楚了，秦都区其实并不是在西安的市区，但是呢，他写来写去都是回西安，那西安就不乐意了。这明明不是死在我们西安，你死在秦都区，秦都区是西安吗？不是但是你这篇文章说死在西安，那不就说明我们西安的公寓里头活活饿死人了吗？那不行。所以我猜测，其实这个贞观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于是呢就删除了这篇文章。但是删除之后这2天也有一些其他的媒体进行核实。首先是警方就出来讲了，说这件事情确有其事，就是一个女大学生死在了秦都区的一个出租房里。而且也有一些其他媒体就找到了这个女子他们自己的父母那个村庄，就西海固的那西海固那村庄里人都知道这个女大学生。这里头还也核实了一些细节，比如说这女大学生她的家庭确实比较贫困，在当地呢就是无保户。那无保户低保户那在这个贫困地区的低保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肯定是经济水平非常差的。但是他们也说了，这女大学生当时考的可能是北京的一所普通的大学，并不是所谓的211但是不管怎么说，整个这个事件的主体部分应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一个33岁的女大学生在一个出租公寓里头被活活饿死了。怎么看这件事情我来讲讲我自己的看法首先第一点这个女大学生从毕业到她去世差不多有将近10年的所有的时间但是她几乎是没有找到什么工作。对于这个群体应该说在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里头是没有什么救助体系的。中国一方面也有失业救济
但失业救济很少是针对大学生的，很少是针对你还没有就业就已经失业的群体。但这个群体有多大呢？其实非常大呀。大家都知道，去年6月份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个数字，就中国的青年失业率达到了21.6%。当时大家都炸了锅了。你想想啊，青年失业率是指16岁到24岁这个年龄阶段的啊。那21.6%意味着什么？平均每5个人就有1个人失业，那还得了啊？这中间主体部分那就是大学毕业生嘛，对吧？你毕业了之后立刻就失业。但是中国的这个失业保障体系啊，它主要是鼓励你用人单位去招收这些大学生，所以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里，包括政府的政策里头，都是这样来制定的，就鼓励企业招收这个失业的大学生，你每招收一个，我给你补一点钱。但是对于这些失业的大学生，政府是完全没有任何保障体系的，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就过业，所以也就没有办法拿到所谓的失业救济。当然，事实上呢，就算你就过业，你在中国要想拿到失业救济，也比登天还难呐。你像我当年，我不是在北京曾经想领过这个失业救济金吗？发现根本领不到。那么这些大学生怎么办呢？他们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啃老，需要家庭来给他进行支持。这个女大学生就是如此。她毕业之后，她找不到工作，她考不上公务员，就只能靠自己的家庭来给她继续提供这个经济上也包括情感上的支持。当然，这个女大学生这个时间持续的有点长啊，差不多10年的时间。由于她自己的家庭本身又非常的贫困，所以对她的家庭来说，这个女大学生所选择的这条路，其实啊，对她整个家庭来说的负担也极其沉重。你想啊，你在秦都区西安这样的一个地方租住半年的房子就要1万多块钱，这1万多块钱可能对她的母亲来讲，差不多可能就是半年的收入。这半年的收入仅仅是维持了自己女儿房租，那还要生活费呢，还有其他的费用呢，对吧？所以啊，这个社会支持体系没有覆盖到我们青年失业人口，这是这个新闻背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相。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家庭，如果家庭支持不下去了，他们真的会走投无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女大学生啊，大家都注意到这个细节了，她是一直在考公务员，所以很多人就指责她说：“你为什么拼命想考公务员呢？你就不能找一个普通的工作吗？”那么正是你这样的一个就业观念害了你。这话有没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对于这个很多极其贫困地区的家庭来说啊，他们其实好不容易把一个女孩子供出来，那么也就寄托在全村的希望。就是媒体采访他们那个村子里人讲的，他父亲也是这么讲的啊，他是全村也包括全家的希望。因为啊，高等教育在中国啊，已经慢慢的由过去那种鲤鱼跳龙门，变成了一个普通教育，就变成了一个获得就业机会的一个普通的这么的一个资格。但是对于很多贫困地区来讲，上大学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能够上大学，对这个家庭来说，你就不能再从事普通的工作。比如说你在那街上去随便去卖东西，或者重新回到村子里种地，或者随便找一个打工去送外卖，不可能的。就是你在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同时，你也丧失了从事普通的体力劳动甚至蓝领劳动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因为这就是全村的人，也包括你全家族人对你的希望。为什么他家里头的人在那么贫困的情况下还在资助他，让他到西安继续去考公务员，继续去找工作？原因就在于此，你就认为他已经脱离了他们本身的原本的那套生态体系、生活体系，你不应该再属于这里头了。或许有人会指责这种观念本身是非常落后的、非常陈腐的。但实际上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关系里，我们每个人都要考虑到周围的人对我们的目光。真正能够脱离周围人的目光而活成自我的人，实际上在这个社会中间是非常少的。所以你看，这个女大学生到了西安之后，还要找一个月差不多2000块钱的房子来租住。我想这一切可能都跟她自己的期待，也包括他所受的教育有关。第三点，我想说的是一个社会中间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怪人。当这个人群样本大到一定程度之后
我们很难用一个正常人的标准要求所有的人。你比如说，过去我就看到有人40、50岁的时候还在坚持考大学，那么这个女孩子毕业之后10年左右的时间，仍然在坚持考公务员。那从常理来看，确实他们的人生选择付出的代价特别大。但是呢，一个社会可以为这样的怪人，为这样的不同寻常的人生选择的人提供什么呢？我觉得要提供一个最基本的兜底服务。比如说，一个女大学生，她真的为这样的选择走投无路的时候，比如说她真的就没有钱吃饭的时候，这个社会能不能给她提供一个不至于饿死的途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在欧洲、在这样的发达国家里头，都有那种免费食堂，只要你想去吃饭，没有人问你，那么你到那个地方，你就可以吃口饭，不至于饿到肚子。在日本也有这样的免费食堂啊。那么如果你没有地方住，那么你有的需要登记，有的甚至不需要登记，你就可以去有一个地方住。就是这个社会提供一个最基本的兜底保障，就保障这个社会中间作为我们一个共同体里面的人，不至于自己的某种选择而饿死，而没有地方居无定所。这就是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嘛。但是今天的中国应该说还没有提供这样的兜底保障。有免费食堂吗？没有。有免费住宿的地方？没有。所以当一个人真的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真有可能就被饿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这个女大学生啊，很大程度上啊，可能是因为得了抑郁症。后来有记者到他们家里去采访的时候，也似乎验证了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个呢也比较符合我对这个事情的猜测。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一个人呢，要想真正被饿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每个人都有求生的本能嘛，这求生的本能实际上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那么一个人什么情况下会被饿死？最大的可能就是得了抑郁症。得了抑郁症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吃不下东西，有的时候就纯粹就是不想活了。那么我们想问的是，那么一个得了抑郁症的女孩子，当她真的在生活中真的面临没有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时候，这个社会能够给她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和帮助呢？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她当时所面临的那个社会环境，还真就没有人可以帮助她。她死了10几天，尸体都发臭了才会被发现，说明什么？说明在她的生活周围是没有任何社会支持系统的。她真想求助，也真的没有人可以给她提供帮助。这个社会由于政府的力量的强大，民间的这种所谓的慈善组织啊，几乎没有什么生存的土壤。而我们整个社会的支持系统都是按照户籍，都是按照你的所谓的这个平时在这个地方有房子等等这样的一套体系来安排的。尽管非常脆弱，但也是按照这个东西进行布置的。但假如你就是一个从外地来的一个女孩子，你在这城市里只不过是一个租客，那这个城市的所谓的支持系统跟你就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当他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个社会真的就不会伸出那种所谓的援助之手。以上就是我对这个女大学生死于出租屋的这个事件的分析啊。但是最后我还想讲一点，就是这个女大学生我看完她的故事之后，我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我的感受是她其实就是这个时代中间的一粒尘埃，一粒沙子。她在生前的时候她所面临的困苦，她所面临的痛苦苦难，根本没有人关注，包括她自己的家人，可能对她的生命也极其忽视。直到她死，她的家人都会把她的遗骨骨灰就直接扔掉了，仿佛她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上一样。不就是尘埃吗？我在想我们平时在面对媒体中间所面对的社会问题，更多的都是来自于中产阶级他们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中产阶级的问题经常能够呈现在舆论之中，能够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比如说房价跌了，比如说这个资产缩水了，比如说工资降薪了等等，就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中产阶级面临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个社会中间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群体，他们可能面临的苦难，平时根本没有机会呈现在公众面前。为什么？因为他们太卑微了，他们就是时代中间的一粒尘埃。
大家想一想，这个女大学生的命运是不是如此？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房东偶然之间觉得自己面对这个过程中间心里过不了这个坎儿，把她的死亡过程记录下来，这个女大学生的死会有人在意吗？会有人记住吗？会被人讨论吗？根本不会，因为她就是一粒尘埃，她仿佛就完全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上，因为她太微不足道了。从某种角度来讲啊，这个群体所面临的苦难，其实也是我说的那个看不见的中国。因为看得见的中国的问题，我们还经常被讨论，但是看不见的中国的问题，可能根本不会被讨论，因为很多人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很多人都说这都是假的，这都是编的。即便警方出来之后，还有人在说这就是失真的。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不愿意面对这个所谓的像尘埃一样的群体。当然了，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也不希望大家来面对这些人呢。为什么？这盛世如你所愿，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谁会高兴让你看到一个女大学生最后走投无路，在一个出租屋里头被活活饿死呢？这问题如果你要深入下去，那有多少社会问题呢？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隐藏起来，你们就不会关注了吗？不是。所以啊，其实这个女大学生的死啊，我相信再过2天，整个微博的热搜就全部会被撤掉。那么还好有我们这样的节目啊，把她这样的一个卑微的生命，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经历啊记录下来，让后世者也知道啊，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洪流中间，那么曾经有那么一粒沙，她的死亡的过程啊，值得我们每个人呢驻足读一下她的经历，读一下她的苦难。或许啊，这对我们继续往前走的过程中间，可能啊我们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好吧，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那你打个车回去呗？打个车的话，10几个20块钱呢，舍不得。你怎么10几块钱都舍不得呢？对普通人来说的话，这里10几块，那里要10几块，真的一个月就那几千块的工资，很快就没了，所以还是舍不得。没事，反正晚上是不干活的时候吃不吃饭都可以。